美国和台独顽固分子在统独问题上突然改口，大陆警告有了成效。观众朋友、网友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付前少。吴钊燮是中国大陆认定的4个顽固台独分子之一，也是要被终生追责的罪犯。在很多人看来，吴钊燮贩卖台独主张是理所应当的事儿，因为他已经被定性为无可救药了。但是谁也没想到，吴钊燮最后变脸了。近日，他在接受美国公共广播电台专访时表示，台湾期望避免战争，也将维持现状，不寻求形式上的独立。外界认为，这段话由吴钊燮口中说出，代表着蔡英文当局的台独主张完全下架，转而走向以维持现状为表象的现实主义。蔡英文自2016年上台之后，不断透过去中国化、去蒋化以及教科书课纲修订等行动玩切香肠式台独，并且在2020年连任后越玩越大。2021年，蔡英文在演说中抛出了两岸互不隶属，即新的两国论。今年的3、4月间，他又鼓动陆委会主委邱泰三提出了两岸主权对等的说法，挑动两岸敏感的神经。可以说，蔡英文在今年的4月份还在台独的道路上狂奔，要说没有美国人的支持是不可能的。吴钊燮是蔡英文推动台独的主要打手。这次美国媒体对他的采访，从他说的话来看，不是口误。那么，这位死硬台独分子的变脸就非常值得我们去分析了。首先，这很可能是美国施压下的结果。据台媒报道，拜登曾经派遣一个跨党派的国会代表团访问台北，以委婉的外交语言告诉台湾地区当局不要与大陆冲突，言外之意就是警告蔡政府不要挑衅大陆。但是蔡英文当局依然装傻，反而称这种解读是中国大陆的认知作战。之后，台湾地区当局又遭到了美国的施压，要求蔡英文当局必须主动透过适当管道公开保证放弃台独，这才有了吴钊燮在接受美国公共广播电台专访时的这一幕。还有消息称，白宫的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最近宣布，台湾未被邀请参加印太经济框架，不给台湾地区吃胡萝卜，算是对装傻的蔡英文给予了驳斥。其次，台独分子将不得不接受无法独立的现实。其实，真能对台独活动进行有效威慑的是中国大陆的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，以及中美两国的国力较量。台独分子过去的胆子源自于美国武力干涉台海事务的假设，而美国在乌克兰不敢下场，等于吹响了放弃武力保台的号角。再加上解放军不断在台海附近进行的军演活动，最终让台湾地区当局认识到台独的不可为。这也从一个侧面证明中国大陆保持对台军事压力的重要性。最后，台独分子在为自己找出路。吴钊燮是被中国大陆确定为顽固台独分子的人物，他自己虽然没救了，但是仍然可以救很多人。毕竟大陆只公布了4名台独分子，这也算是给蔡英文当局留足了退路。最关键的是，吴钊燮此次表态在一定程度上是在救蔡英文，这才是最有意思的。值得警惕的是，台独分子说不追求台独，其本质仍然是以维持现状为主要表现形式的暗独，最终难逃被中国大陆清算的命运。吴钊燮的这次变脸，也代表着美国直接用武力干涉台海事务，在岛内已经形成了共识。中国大陆也因此进一步掌握了解决台湾问题的主动权，它也预示着统一问题将在中国大陆准备的更充分的情况下展开，和平统一的可能性仍然存在，但以武逼统、以武促统的可能性也更大。好，今天的评述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